好，咱们继续再讲爱情故事啊。今天讲一个特别好玩的，这个故事呢，属于是什么呢？就是老公啊，就是有点傻傻笨笨呆呆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呢，这个老婆呢就特别聪明啊，有灵气。然后呢，总觉得这个老公啊，就是跟他不匹配，也一直琢磨不清楚当年啊是为什么就喜欢上他这个老公了。就这么一个故事。然后这个女的还挺痛苦，但是说又有那种是什么呢？那种割舍不了，但是呢又找不到，就是说跟她老公在一起的那种理由。然后她就觉得，哎呀，就这种男人怎么能配得上我呢？对吧？然后总有这种，但你要说真让她放下吧，啊，她又放不下，她就一直处于这种纠结状态，大概也有个5、6年时间了，所以她就不知道这到底是咋一回事啊，她很迷茫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她也是找这个民间的高人啊看一下，因为之前啊，她也找什么闺蜜啊，找什么心理医生啊，对吧？啊，甚至啊什么问一些感情专家啊，都问了，都解决不了她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她就看这是不是前世欠了她什么东西，对吧？然后说这查一下到底是啥情况。哎，这一查啊，就查出他们俩的这个前世关系了，还是挺有意思的啊。就有一生啊，这个女的呀，她是一只老大的鸟啊，反正据说吧，这个那鸟长得挺大的，也看不出是啥品种啊，反正咱也对鸟不太清楚啊，这长得呢只能说一般啊，这种鸟，但那鸟确实挺大。她呢也是在那种山里啊修行了非常非常多年，然后呢有一天啊，就是她需要渡劫了，然后渡劫了之后，这不雷就开始劈她嘛。啊，第一波雷劫的时候呢，就没躺过去，直接把翅膀啊就给劈伤了。然后呢，他就往下掉。再过一会儿呢，又要产生第2波雷劫嘛。就这个时候，他就掉到一个果园里面去了。这掉到这个果园里之后啊，有一个普通人家的一个小男孩啊，就是她老公。那时候呢是修成仙的一只大鸟啊，这小男孩呢就是她老公，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一小孩。然后一看，哎呦，这玩意儿啥东西啊？这个掉那卡了，扑通一声，对吧？然后小男孩正在帮家人摘果子，然后呢就过去看了一下，这看了一下呢，就发现草丛里面怎么有那么只大鸟啊？然后那大鸟还在那扑腾，一看大鸟还受伤了啊，身上还是有好多血。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大鸟可怜了。然后呢，他就那个啥，自己的身上的衣服给脱下来了，然后把那个大鸟一裹，这裹好了之后呢，就抱着呢，就往他们家走。啊，他们家呢实际上没有房子啊，他们家是属于山民，这个没有房子，他们家住在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山洞啊，被他们家开辟出来了，他们家就住在山洞里面。然后呢，他呢就把这大鸟呢给抱他们家那个洞里面去了。哎，这回雷就劈不着了啊，结果呢，这个雷劫呢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就过去了啊，这相当于是什么呢？这大鸟呢是捡了一条命。然后呢，这小孩呢，就喂这个鸟，然后还照顾了它一段时间。等那个大鸟啊，它恢复好了之后啊，然后呢，大鸟有一天它就飞走了。他小孩找不着大鸟，还挺伤心了，哭了好几场啊，就是这么一个因果。所以呢，从因果上来说呢，啊，这个属于是什么呢？就是毕竟这个男孩对这个大鸟有救命之恩。对吧？啊，所以呢，今生他们俩呢，的确就是这种善缘。但是呢，由于人仙殊途，其实这个跟仙不仙、人不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。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是2个生命体啊，它只有救命之恩，中间它就没有任何的这种联系，脾气、秉性、性格什么这些东西全都没有。这种就跟我们之前说的埋骨之恩似的。当一个婚姻是因为曾经的某一个救命的这种感动而走在一起的时候，就特别容易爆发出这种不匹配的感觉，但是又是有这种善缘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办法